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校正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超级根本难又复杂到不行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人类的行为？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举动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趟旅程，我保证绝对会颠覆你很多既有的想法，甚至会让你重新思考：你真的了解自己吗？今天我们的分析会分成这几个部分。首先，我会跟你们说一个真实发生过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叫做突然失控的案例。接着，我们会深入探讨大脑的一个思考陷阱，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懒惰，总是喜欢找简单的答案。再来，重点来了，我会提出一个多层次的分析框架，这可以说是今天这整集的核心，来真正理解一个行为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呢，我们会看看那些只用单一答案解释事情的危险性有多高，甚至会提到一些拿过诺贝尔奖的顶尖科学家是怎么犯下致命错误的。最后，当然会帮大家总结今天的核心重点。好，我们马上开始。好，第一部分，突然失控的案例。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故事，请你先深呼吸一下，因为它真的会挑战我们过去对人性、对好人坏人的所有理解。它听起来就像是电影情节，但它点出的问题却真实到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来想象一个情境，有一位40岁的男性，我们就叫他大卫好了。大卫的生活非常平凡，甚至可以说是模范。他在郊区过着安静的日子，结婚15年了，有2个可爱的小孩，就是那种你家隔壁会住的，看到你还会亲切打招呼的好好先生、好爸爸。但有一天，完全没有任何预兆，他在办公室里，因为一个同事对他支持的棒球队开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他竟然一拳就往对方脸上揍下去。办公室所有人都吓傻了，因为这完全不是他会做的事。更扯的还在后头，3个月后，他结婚15年的太太竟然发现他跟一个才16岁的超市收银员搞外遇。又过了3个月，他被发现挪用了公司所有的公款，然后就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人见过他。问题来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家人，或甚至是法官，你会怎么解释？第一种可能也是最简单的，他骨子里根本就是个坏蛋，只是他伪装了整整40年，对吧？哇，那这个人也太会演了吧，奥斯卡影帝都没他厉害。第二种可能中年危机嘛，我们很常用这个词，对吧？男人40一枝花，好像不做点什么叛逆的事就对不起自己一样。或者有没有第3种可能，一种我们从来没想过，更深层、更复杂，也更接近真相的原因？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部影片要解开的谜团。好，在我们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必须先来理解大脑的一个底层运作模式，这就是我们的第2个部分，大脑的思考陷阱。我们的大脑为了追求效率跟秩序，其实常常把这个非常复杂的世界给过度简化了。可以说，我们的大脑是个天生的懒惰鬼。这个陷阱在认知科学上叫做分类思考，或是范畴化思考。你看它的定义是，大脑有一种天生的倾向，会把连续性的、模糊的事物自动切成一块一块的有明确标签的盒子，这样我们才比较好理解。简单说，就是我们的大脑有洁癖啦，超级喜欢贴标签、分门别类，看到模糊地带就浑身不对劲。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彩虹。现实世界中，彩虹的光谱是连续的，对吧？从红色到紫色，中间有无数种渐层的波长，根本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跟你说，这里红色结束，橘色开始哦。但我们的大脑怎么处理？它受不了这种模糊，所以会自动把它切成7块：红、橙、黄、绿、蓝、靛、紫。结果就是，我们只会记得红色和橘色这2个盒子，而不会去记那中间无限多种的微小变化。这个方法很有用，真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记忆和沟通。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这种大脑的捷径虽然方便，但它藏着3个非常大的危险。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因为这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人做出错误判断的根源。这种分类思考，或者我喜欢叫它水桶式思考，到底有什么危险？第一，我们会低估同一个水桶底下的差异。只要被贴上红色标签，我们就觉得所有的红色都差不多。但其实法拉利红跟猪肝红根本是2回事，对吧？
第二，我们会高估不同水桶之间的差异。例如，考试60分跟59分，明明就只差那么1分，但因为一个叫及格，一个叫不及格，我们就觉得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好像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第三，也是最致命的，我们只专注在那个分类的边界，结果就忽略了整体的样貌。就像我们看地图，我们只会看到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线，而常常忽略了其实边界两边的地理、气候，甚至文化可能都是连续渐变的。我们只在乎那个框框，而不是框框里的真实内容。好，重点来了。当我们在解释人类行为的时候，我们也犯了一模一样的错。我们会把一个极度复杂、充满模糊地带的行为，硬生生塞进几个简单的分类桶里。我们会说，他会这样，都是因为他的基因不好，或是这都是他童年阴影造成的，再不然就是，他就是荷尔蒙失调了。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这种说法？每一个标签就是一个分类桶。老实说，你自己是不是也常常这样想呢？这很正常，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这样运作的。所以，如果单一的分类桶是错的，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要提出一个多层次的分析框架，教我们如何跳出单一原因的陷阱，看到事情真正的全貌。这可以说是大脑的升级补丁，对吧？如果一个行为不是由单一的分类桶决定的，那真正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答案是，所有的分类桶都有关系，而且它们的作用方式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接下来的这张图真的可能会改变你对所有事情的看法。我们来看这张时间轴，这才是理解一个行为的真正解剖学。我们要把时间拉得非常非常远，从行为发生的那一秒钟一路往回推。你看在行为发生的前1秒，是大脑的神经回路被某个感官刺激触发了，可能是那个同事轻蔑的语气，或是他说了某个词，启动了他大脑里的攻击反应。但为什么这个刺激会引发这个反应？往前推到几小时或几天前，你体内的荷尔蒙浓度早就设定好了你大脑对这些刺激有多敏感。也许他那天早上压力荷尔蒙特别高，睡眠不足，所以对挑衅的容忍度特别低，像个火药库一样。再往前推到几个月前，长期的压力或学习经验，透过神经可塑性，已经悄悄改变了你的大脑结构。可能长期的工作压力已经让他的杏仁核，也就是大脑的警报系统，变得过度活跃。再往前推到几年前，你的童年甚至还在妈妈肚子里的胎儿时期所经历的一切，就已经在形塑你的大脑发展了。再往前到几百年前，你所处的文化订立了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行为。例如，我们的文化如何看待男性的面子问题，是不是教导男性要强将，不能示弱。最后拉到最远的几千几万年前，演化的力量早就塑造了你基因里可能带有的某些倾向。所以你发现了吗？一个行为根本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在发生的那1秒钟之前，所有因素，从几万年前的演化、几百年前的文化、几十年前的童年、几天前的荷尔蒙，到前1秒的神经讯号，全部汇集在一起的最终产物。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把所有过去的影像全部灌注在那1秒的行动上。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那个失控的男人，他的行为不是因为中年危机或基因，而是中年危机和基因和童年经验和荷尔蒙和当下的刺激，是所有事情的总和。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你可能会觉得修你讲的太学术了啦，一般人哪会想这么多？但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因为追求简单答案的危险性远比你想象的更可怕。我们来看看一些历史上最顶尖、最聪明的科学家是怎么因为掉进分类思考的陷阱而犯下灾难性错误的。你看这张表，这3位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不是什么三流学者哦。第1位 John Watson， 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分类桶是什么？是环境决定一切。他有名言说，给我任何一个健康的婴儿，我可以在我控制的环境下把他变成任何我想要的人，无论是医生、律师还是小偷。他完全否定了生物和基因的角色。这种极端的想法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也误导了整个世代的教育理论。第2位 Antonio Moniz， 葡萄牙的脑神经科学家，
他的分类统是大脑就是神经突触的连结，他觉得只要调整一下大脑的线路，就能治好精神疾病。所以他发明了什么？听了就让人毛骨悚然的额叶切除术，就是拿冰凿一样的东西从眼窝插进去，直接搅烂病人的前额叶。他还因为这个发明拿了1949年的诺贝尔奖，但这个手术摧毁了无数人的人生，成了一场医学史上最黑暗的灾难。第三位 Conrad Lorenz， 动物行为学之父，也得过诺贝尔奖。他的分类统写种族，他把自己对动物行为的理论错误地粗暴地套用在人类社会上，为纳粹的种族优越论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后果有多可怕，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些人都是天才，但他们都病态地活在自己的分类桶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这真的不只是学术讨论而已。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都在扮演业余的行为生物学家。当我们担任陪审员，要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当我们投票，要决定一个政策是否该推行；甚至当我们在评价自己的家人、朋友或同事的行为时，我们都在对行为的成因下判断。如果我们也掉进了这种简单分类的陷阱，用他就是个烂人或这就是中年危机来解释一切，我们做出的决定后果可能同样严重。好，讲到这里，我们来快速帮大家做个总结。今天有3个核心概念，你一定要记下来，这可以说是升级你大脑作业系统的3个关键。第一，要时时刻刻警惕你的大脑，它天生就喜欢创造简单的分类桶。当你听到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吸引人、听起来超有道理的解释时，你脑中的警报器就要响了。第二，要真正理解一个行为，你必须要像个侦探一样，从不同的时间曲度去搜集线索，从几万年前的演化，一路看到事发前1秒的神经反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寻找单一简单的答案，不只是错误的，它还可能非常危险，因为它会让我们停止思考，变得傲慢，然后做出极度糟糕的判断。所以，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下一次当你要评价某个人的行为时，无论是新闻上的人物、身边的同事，甚至是镜子里的自己，你会选择拿起一个方便的标签，啪一声贴上去，然后转身就走？还是你愿意停下来，去拥抱那个复杂到、麻烦到，甚至会让人感到谦卑的现实？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一个离奇的社会案件出发，探讨了人类行为背后的复杂性。我们了解到，大脑天生喜欢分类思考，这种心智捷径虽然方便，却会让我们低估同类差异，高估跨类差异，并且忽略整体大局。真正的行为成因是一个从演化、文化、童年、荷尔蒙到神经讯号，跨越数万年的多层次结果。最后，我们也看到那些坚持单一答案的顶尖科学家，反而造成了历史悲剧。这提醒我们在判断他人时，必须抛弃简单的标签，学会拥抱复杂性。节点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